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从资源咖丑男到顶流男神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最近的《南风之我亦》上映，程毅担任男1号傅云深，在他的演绎下，一位温文尔雅的小傅总深得人心，甚至出现了傅云深唯一瘫痪了还这么迷人的男人等有趣词条。只要今年夏天追过莲花楼，就一定知道男主程毅，他饰演的角色情感丰沛，贴合原著，演技获得大众认可。网友直呼国产剧能吃点好的了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赢得观众口碑的演技派小生，曾经也被指责不适合做演员。他的粉丝评价，程毅不是被我们发现的，而是他自己克服千难万阻，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的。甚至他的艺名程毅，也是他取自成功必须要靠毅力的格言而来。从无名小卒到新晋内娱顶流，他花了10年时间。已过而立之年的程毅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辉煌时刻的？从县城少年到央戏学子，知为圆心中演员梦。程毅出生于湖南怀化辰溪县，父母都是普通工薪阶层。程毅和其他县城里的孩子一样，顺着既定道路念书玩耍，父母也从未想过让他涉足娱乐圈。与表演唯一沾边的，也只是在学校文艺汇演上参加节目。直到上了高中，程毅的表演天赋逐渐显现，演员梦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。最终程毅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。在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小县城，这样的成绩已实属不易。程毅的沉稳与努力品质也在此显现出来。从小县城到央戏，程毅翻越过人生关键节点的第一座大山，踏进了演艺大门。从跑龙套到小有名气，沉着打磨演技基础。2011年，程毅出演了他的第一部电视剧《唐宫美人天下》，正式进入演艺圈。但万事开头难，加之圈内没有人脉资源，程毅的演艺生涯头几年并没有接到什么好剧本，扮演的角色未让观众记住他。然而程毅并没有就此打住，而是默默打磨自己的演技，即便担任配角，也用心对待。2016年，程毅出演《青云志》中的林惊羽一角，因正义凛然与少年义气的角色形象，逐渐被熟知。同剧组还有赵丽颖、杨紫等资深演员。在这样耀眼的主角光环照耀之下，程毅还能混个眼熟，可见他对待角色的认真程度与敬业态度。随后在《盗墓笔记》《怒海沉沙》电影饰演张起灵，为塑造好小哥的角色，提前3个月进组，仔细钻研角色剧情，最终这部作品也赢得了不错的口碑。但演员的爆红总有要些时运，程毅的作品在播期间的确热度不减，但总落得剧红人不红的微妙场面。不过程毅还是继续保持初心，没有半点马虎。出演《营救汪星人》电影时，同样也是闭关3个月，专门学习训犬技艺，最终将程斌这个角色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。终于，敬业努力的他被知名导演青睐，拿下了琉璃优质剧本，出演司凤一角。程毅一如既往的细心打磨角色，每一次吐血场面都令人心生怜悯。由于司凤在琉璃中吐血次数太多，有粉丝戏称程毅为吐血圈统治者，破碎感男主称号也在此时授予程毅。面对大家的调侃，程毅也没有回避，直说自己的吐血场面还不赖，可谓正主亲自盖章。从跑龙套到小有名气，程毅不断沉潜打磨自己，事业蒸蒸日上。流言蜚语不断，事业受阻，更加专注于自己。然而命运弄人，道路也并非一路通畅。因为一直有戏接，
程毅被讽刺是欢瑞太子，是资源咖，与杨紫相识较早，搭戏次数较多，就被误以为是男女朋友关系，成为饭后谈资。琉璃云歌会让程毅遭遇全网黑，程毅低情商的词条在微博热搜挂了好几天，指责他没有把司凤带来云歌会，与袁某言保持礼貌距离，却被 CP 粉指责没有发糖，没有带入角色。有极端者甚至扬言要杀了司凤。在《莲花楼》播出之前，还被误传与小一10岁的吴诗乐交往，这给处于程毅上升期的事业带来不小干扰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任由外界流言蜚语，程毅变得更加谨小慎微，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。山河明月中，为了追求更真实的挨打戏份，程毅直接要求来点真的，于是有了真实的痛苦和惨叫，将少年朱棣挨打的场面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成功需要毅力，程毅坚信着这一点，践行着这一点。2023年的《莲花楼》大爆，长尾效应显著，至今热度不减。程毅饰演的李莲花演出了成为近年武侠剧塑造最好的角色之一。德塔文分析，《莲花楼》李莲花角色平均贡献度达到 45%， 正面情绪提供达 81%。不少观众表示程毅演活了李莲花。《莲花楼》的故事也映射着程毅的经历，曾经荣耀加身，如今跌下神坛，再度寻找自己，更有看淡一切的勇气。笑料比黑料多，更多时间与角色对话。哔哩哔哩网站搜索程毅，访谈不是最多的，而是 2G 冲浪产生的笑料。开直播半天，最后才发现设置成了仅自己可见。在片场捡了 iPhone 13的手机壳，结果套在 iPhone 8上。半夜出行被狗子跟拍，结果发现是去钓鱼。他的粉丝调侃程毅没有黑料，只有笑料。路人也说程毅的剧可能没看，程毅的笑料是一个也没落。因为太呆萌，程毅也被冠上 2G 冲浪、电子宠物等荣誉称号。然而这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，因为全身心投入表演，所以身外之事都看淡。这是最聪明的省电模式，不在杂事上浪费时间。他接的综艺不多，坦言自己不是很擅长，希望有更多时间精力放在角色上，先把角色搞明白。拍摄《与君歌》时，程毅还会和导演讨论剧情到凌晨，给角色写好多篇小作文。导演刘国南透露，程毅会连着好几天做笔记，了解齐燕的人物脉络。在回答如何理解李莲花时，他有自己的一番见解。沉下心来与角色对话，成为角色，超越角色。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程毅的潜心钻研剧本的努力。把一切精力集中在一件事上，就必定会成功。谦逊不恭，坦荡自如的处事态度。程毅火了，那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有什么可借鉴之处吗？我想就是他身上那股钝感，不骄不躁，不卑不亢。杂志专访问到程毅如何平衡自己的演员与生活中的情绪时，他说，在演戏时敏感，生活中多一些钝感，开心过好每一天最重要。程毅在采访中也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人生嘛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这句简单的话语看似轻描淡写，实际很少有人做到这样坦然自如的心态。与 Element 新青年合作拍摄时，程毅还在横店拍戏，看到工作人员一大早就在等他的时候，还感到很惊讶，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，大家可以休息。全程拍摄程毅都十分配合工作人员，没有觉得麻烦，让大家备受感动，感叹能碰到第一次合作就如此配合的艺人真的不多了。芒果台的工作人员也认同，因为程毅出名有点晚，所以看到他的品行很是感慨，拍过好片也拍过烂片，不是那种处女座一炮而红的天之骄子，
所以在红起来之后仍保持一贯的工作状态和谦逊感。他还鼓励观众粉丝从角色中寻找力量，拿得起也要放得下，成功是很了不起，但放得下也很了不起。无论何种境地，都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应对，少抱怨，多做事。在内卷和焦虑裹挟的社会里，这份钝感力非常难得，也值得每一个人去学习。1年级毕业季中，程毅曾透露，他曾经被许多导演和制片人否认，劝他一辈子别做演员。若觉得我不行，你可以教我，我可以学，为什么要说我一辈子不行呢？在回顾这段经历时，程毅哽咽，红了眼眶。他也的确没有让大家失望。10年沉淀，造就今日成就。30而立的青年演员程毅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夏天，道路越走越宽敞。挫折与困顿是人生长久的课题，从普通的城镇追梦少年到如今的内娱顶流，程毅用10年演绎了一场逆风翻盘的人生大戏，用自己的实力证明我可以。在他身上，似乎能瞥见一些子心安处世无乡的苏东坡式的人生态度，磨练半生，归来仍是谦逊赤子心。他的成功，我一点也不眼红，因为是他应得的。上天会奖励长期坚守梦想的人。本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，青山。